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前沿，和你一起探索科技世界的最新动态。我是主持人。今天是2025年10月7日。今天，一则来自日本的重磅消息，正为全球的科技产业投下一颗震撼弹。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大幅收紧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这项被外界形容为科技锁国令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它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台三方的敏感神经，并重新划定未来的科技战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主题。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则新闻的核心内容。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今天发布公告，将从这个星期四，也就是10月9日开始，正式扩大出口风险的审查范围。这一次的管制名单可以说是对现代科技与工业命脉的一次精准打击。它主要涵盖了6大类的军民两用产品，包括高精度的机床、雷达、集成电路、IC、无人机及其零件、导航装置，还有高阶的测试设备。所谓的军民两用，就是这些技术既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的手机、电脑、汽车上，也可以被转用于制造武器、军事装备，甚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过去，日本的这类严格审查主要只针对联合国武器禁运名单上的少数国家，比如北韩。但这次适用范围一口气扩大到除了美国、欧洲、韩国等27个被列为 A 组的盟友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像中国大陆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这些过去日本重要的贸易伙伴，现在都将面临严格的审查。根据规定，未来日本企业在出口这些产品前，必须自己先评估买家会不会把产品用在军事上。一旦有任何疑虑，就必须向政府申请特别许可，否则就是违法。这项政策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数据显示，光是这6大类产品，在去年就占了日本总出口的 4%， 金额达到 4.67 万亿日元，相当于超过300亿美元。其中集成电路是大宗，而机床的出口对象中有将近一半都流向了中国。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贸易调整，而是一次带有强烈地缘政治意图的战略行动。好，了解了新闻本身，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为什么是现在？以及这项政策将对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分别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冲击呢？首先，我们来看这次政策最直接的对象——中国。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是日本高精度机床以及部分高端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主要买家。日本制造的机床以其高精度和稳定性闻名，是生产从精密模具到航空航天零件不可或缺的工具。新的管制标准无疑是直接掐住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升级咽喉，这将带来几个直接后果：延缓产业升级。在许多关键领域，特别是军工、航太和半导体制造，如果无法得到日本的高阶设备，中国的技术突破和量产进度可能会被延缓。刺激国产化替代。面对外部的技术封锁，北京方面势必会投入更多资源，不计代价地加速推动国内自主研发和生产。这是一条漫长而且昂贵的道路，但从长期来看，外部压力往往是内部突破的最大动力。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对于在中国设厂的许多企业，包括外资和本土企业，未来在采购日本关键零组件和设备时，将会面临更多的审查和延迟，增加了运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总的来说，日本此举是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次重击，也是对其军事现代化的一次清晰完境。接下来看美国，日本的这项政策几乎可以看作是美国对华挑战的协同作战。过去几年，从川普到拜登政府，美国一直致力于联合盟友，建立一个限制向中国输出关键技术的科技铁幕。从半导体设备到 EDA 算法，美国的制裁清单越来越长。但如果只有美国单打独斗，效果将大打折扣。日本的加入意义非凡，巩固同盟阵线。这表明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愿意在经济上承担一定损失，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这巩固了美、日、韩、欧洲的科技同盟，堵上监管漏洞。过去有些敏感技术可能通过第三国转运流入中国，日本这次特别强调要防堵间接出口，显示他们在与美国合作，试图堵上这些监管漏洞，增强封锁效果。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如光助剂、精密光学元件和高阶瞒制设备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的加入使得这张对中国科技封锁网变得更加牢固和全面。可以说，日本的决定要美国的印太战略从军事、外交层面进一步延伸到了科技产业的核心地带。最后，我们来谈谈大家最关心的，这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从数据上看，台湾是日本集成电路的最大买家，金额远超过中国大陆和东协国家。我们的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日本的原材料和设备，那么这项政策会伤到我们自己吗？从短期来看，直接冲击应该有限，因为台湾和日本、美国同属一个战略阵营，在信任名单上。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几个层面的间接影响。合规成本增加，台湾的科技公司，特别是半导体厂，未来在向日本采购的时候，可能需要提供更多的最终用途证明，以确保产品不会流向受管制的地区或客户。这会增加企业的行政和合规成本。供应链重组的机会，随着全球供应链加速去中国化，一些原本依赖中国制造的国际客户可能会寻求更安全、更可靠的合作伙伴。这对于在高端制造领域具有优势的台湾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争取转单的机会。地缘政治的选边站压力，这项政策再次凸显了，在全球科技战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台湾的产业链与美日同盟绑定得更深，这在获得技术和信任方面是优势，但在面对中国大陆市场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政治和压力。因此，对台湾来说，这既是一次需要谨慎应对的挑战，也也许是在全球供应链重塑过程中的一次战略机遇。那么，从日本这次的出口管制，我们能窥见什么样的未来趋势呢？我认为，这标志着过去30年我们所习惯的科技全球化可能正在走向一个转折点。未来的科技发展将会呈现以下几个趋势：从全球化到集团化，未来的科技供应链将不再仅仅以成本和效率为最高原则，而是会分裂成以美国为首和以中国为首的两大阵营或多个区域集团。信任和安全将会是决定合作伙伴的关键因素。军民两用技术成为新战场。随着 AI、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的发展，军用和民用的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未来围绕这些领域的技术管制和人才争夺将会变得更加激烈。自主可控成为各国核心战略，不论是美国、中国还是欧洲、日本，都会意识到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各国会投入巨资建立自主、完整和有韧性的本土产业链，即使这样做的成本更高。对于身处科技产业的我们来说，
这意味着必须重新评估市场风险，布局多元化的 supply chain， 并且密切关注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但同时也孕育着新机会的时代。总结今天，日本的出口管制新规不仅仅是一条财经新闻，它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全球地缘政治如何深刻地重塑了科技的模样。从东京到华盛顿，从台北到北京，这场围绕着晶片、代码和精密仪器的博弈才刚刚开始。